又学习了2年，他1928年才回国，所以你想，魏天林在日本的学习时间是很长的，超过了8年啊。对的。我是前年啊做了一个叫百年异彩的艺术展，不是，更早之前是做了在思想空间做了叫光华之路，对，中国现代艺术展，这个我当时已经收藏了一张这个魏天林的作品啊，是一个立字啊，后来又收藏了这个魏天林的2幅1923年创作的山水画。其实那2件作品非常精彩，而且很巧的是，这2件作品刚好和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件魏天林是同一个来源，是同一个家属旧藏的作品。是吗？真的是很巧的。当时我记得是在保利买的。是的。啊，2张非常精彩的。是的，就是魏天林的第5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女儿，但现在已经非常危寂啊，已经离世了。哦，是的。您那之前的那2张旧藏是直接从家属过来的，跟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件是同一个来源，非常好。2个卷轴画。对的，非常。因为魏天林的父亲其实也是在当地，在他的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父亲魏章嘛，然后魏天林从小耳濡目染，出生在一个这个诗书家庭里边啊，从小他也是从最传统的这个画谱开始学习中国的传统美术啊，然后到了差不多中学大概的这个时候，魏天林就对民间的美术也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很浓厚的兴趣，然后开始关注比如说传统的一些绘画形式，像年画呀等等这样啊，所以魏天林应该是很早就和艺术结缘的，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环境的影响。是的，魏天林是山西汾阳人，汾阳就是现在的杏花村，这个杏花村汾酒的所在地啊，山西的巨富的人家，诗书传家的一个人家，所以他的条件非常好。这个，而且我觉得他到日本这个学习生活的时候，条件也非常好。我前几年做光华之路展览的时候，我去这个魏天林的这个子女家去找这个展览的物件啊，看看能找到什么。很幸运的找到了一组魏天林当年在日本打高尔夫球的一组球杆，啊，非常的精致的啊，大概有10来个球杆，说明魏天林是把它从日本带回国啊，而且非常好的那个球杆的包，球杆不同的这个类型，而且应该一看都是当年的日本的贵族吧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品级。那我可以说魏天林当年在日本的时候过得非常潇洒啊，这个翩公子的生活啊，而且我还有一个庆幸是我是今年上半年有幸收藏了一张魏天林的1922年的油画，那是早期作品了，很早的一个非常精彩的马啊，我这张油画收到之后，我觉得特别的幸运，也特别的满足，因为我所做的这个展览的题目叫百年异彩，那这张画实际上已经100年的历史了啊，就是中国油画源头上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对，我觉得另外也确实能看到，就是当年啊，就1922年的时候，1923年，因为这个时间段，魏天林的艺术创作已经非常的成熟，对，就水准非常之高。是的，而且除了油画，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这个水墨，他的水墨作品呢，他是参照了，就我们说北宋的山水画大家李成的范式啊，他叫李贤西法啊所创作的这个水墨啊，水墨精品。这个我记得这个画挂在我这个
办公室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水平很高的艺术家武艺来看，武艺从一个侧面看到这张画就走进来，非常欣赏。他当然说了一句话，他说魏天林先生这个100年前的中国水墨作品，到今天看，依然是我们学习的范本。其实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魏天林有非常好的一个是家庭的环境对于艺术的这种感知啊，还有一个是他刚好是2条线都能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一条是我们传统的这一条线啊，这就是从我们最本土的文化最根源的东西。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对于印象派的这种学习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深入的，而且在他在日本留学归来之后，他贯穿一生的，其实尤其是在油画的这个创作上面，他是即使到他最后晚年，比如说70年的这种创作，我们都能够看到非常明确的印象派的绘画风格，尤其是那种语言上的风格，但是他又非常好的融合了我们本土的这种特有的审美情调、审美趣味，以及尤其是对于色彩的这种非常特殊的这种表达方式，尤其是他借鉴了大量的民间美术，像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年画呀，包括山西有大量保存的非常好的泥塑、彩塑等等。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魏天林是对我们中国，尤其是所谓的就我们后来的美术史有一个提法叫油画的民族化，其实他是做了非常卓越的贡献的。那当然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认识魏天林呢，我如果总结一下啊，他至少在几个方面是具有卓越贡献的，啊，一个就是印象派，向东方甚至向中国在传承过程中的一个代表性的艺术家啊，而且他在这方面呢，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啊，甚至呢从印象派到现代派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魏天林呢，他担当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第二呢，就是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艺术教育家。哦，对，是的。我们因为要把魏天林的这个人生履历讲一讲，朋友们啊，魏天林回国之后啊，实际上就到了这个北京大学，这是应蔡元培的邀请，好像是加入到北京大学啊。然后之后呢，就在中法大学也同时教书，就是那个中法孔德大学孔德学院。那他应该是这个绘画系的主任，然后又是北平艺专，对，在北平艺专也同时呢担当了绘画系主任这样的一个岗位。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如果了解中国现代史啊，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时候呢，北方是还是一个在传统的军阀势力所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北平嘛，北京到北平，我们当时的大量的新兴艺术运动实际上是发生在上海啊、杭州等等。对，北方呢传统意义上认为是一片就是遗老遗少的所谓的这个黑暗或者是，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对这个认知也是不正确的。魏天林当时就是北京的现代艺术的核心，对，它是一面旗帜，它是一面旗帜，而且呢，像他也培育了像一批重要的学生，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李瑞年的就是李瑞年李瑞年是作为魏天林的得意的学生，可以说是追随他一生的，追随他一生的就是到李瑞年出国留学，然后辗转到重庆，之后又回到北京，比如说到了新中国之后，也是应魏天林的召唤，加入到了当时魏天林担任系主任的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所以其实李瑞年先生、魏天林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就是非常亲密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艺术至交到艺术追随者的关系。其实我们看，回溯就是我们尤其是早期的20世纪的这一批的油画家，其实当中有许多人，最后都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美术教育家。这也是就是说他们对于中国在特殊的转型时期的美术的这种发展上做出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你像留洋的这几位，魏天林当然是艺术教育家的代表。除此之外，包括像徐悲鸿先生，对，林风眠先生啊，吴代宇先生、阎文良，包括刘海粟先生，其实都是当时各个地方重要的美术院校的负责人也好，或者是核心的这种教授啊、教员也好。那当然了，就是这样一批学子吧，我觉得他们也甚至叫不世出的才子啊，就是他们就是出于主观的努力以及客观的情境，就是历史的责任就落在这些人身上。是的啊，而且我觉得今天经过100年的艺术史的这种历程，我们今天来观看，就是这样一批重要的艺术家在托举着20世纪的中国艺术在走向走向当代，走向未来啊。其实他们都具备的就是所谓的基石艺术家啊、教育家、基石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重要的岗位。而且我今天看到这3个人的作品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这个就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哈。其实我们都说因为魏天林在解放后呢，因为他从事的是印象派艺术，那么印象派艺术实际上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认为是形式主义的。对，这属于某种资产阶级的文化趣味，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和趣味，实际上他受到了一定的排挤。是的但是呢，魏天林先生又顽强地坚守了他的艺术形式，包括他的艺术追求和艺术主张。那么这里面呢，应该说无独有偶吴大羽先生，吴大羽先生也是这样一个是的形式主义艺术家或者新画派的艺术家。还有一个就是吴冠中那你说吴冠中先生和魏天林是什么关系呢？我这里可以说一个突然感受。其实如果说吴大羽、林风眠是吴冠中的老师、授业恩师，那么魏天林也可以称为吴冠中的伯乐就是说，如果吴冠中是一匹千里马吴冠中回国之后，其实也是也是屡遭不顺，是吧？或者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是的，比如说他从中央美院就被调离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教什么呢？教图案和素描，就是不是去搞他的纯艺术，也不是搞他的主专业，是在那边缘着。但是在吴冠中先生也比较苦闷徘徊的时候，魏天林伸出了这个救援的手一个用他的伯乐一般像马的这个眼睛发现了这个人才。他是把他从清华大学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进而又在北师大美术系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对，也就是后来又再次改名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艺师，北京艺师。所以在北京艺师是从1956年成立到1964年，最后合并了嘛？我印象当中是应该是对，1964年解体，因为一部分老师去了中央美院，对，一部分老师去了中央工艺美院，比如吴冠中就去了中央工艺美院，对，那么魏天林也去了中央工艺美院，
对的。还有一部分就去了首都，就是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嘛。比如李瑞年就去了北京师范学院，就是他们这些人呢，那你看这个历史啊，那吴冠中跟吴大羽才几年呢？在校时间是吧？对。但是呢，吴冠中和魏天林成为同事，就是在应该是从52年就差不多就开始那时间很长了。52年开始，然后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在一起，这是到1964年。好了，两个人又同时呢又去了中央工艺美院。工艺美院到1977年魏天林去世，他们依然是同事，而且两个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哈。感觉同道，就是他们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话题，而且这个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啊？我可以讲一点这个小故事。魏天林在特殊时期，因为他的这个绘画形式是要被批判嘛，是的，所以魏天林其实有大量的作品。据说他的作品当年在北京艺术学院的地下室是堆了好几个房间呢。我们怎么说也有几百件，但是呢，为了防止这些作品被批判，魏天林就在亲手销毁这些作品，这是非常惨痛的。吴冠中去看魏老一张一张的在绞自己的作品。就像当年林风眠、关良一样，把作品，他们是水墨画，对，要毁掉、冲掉，是吧？对。那么魏天林在毁作这作品，吴冠中说：“我能不能试着替你保存一张？”那魏天林当然没问题，说你随便挑，就挑了一张芍药，白芍药花。哎呀，吴冠中这件作品一直保存到，魏天林去世之后，应该是80年代了，80年代初的时候，魏天林把这张画捐给了吴冠中，把这张画对，说错了，吴冠中把这张画又捐给了首都师范大学。有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故事，就是吴冠中替魏天林保存一张作品，并且把这件作品又捐给了省师大公立机构。第二，更让人感人的是，魏天林去世前是留有一个类似于叫交代的，对家人对朋友说过，我去世之后，我的作品交由吴冠中负责处理。可见他对吴冠中的信任。这什么样的信任呢？是这个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朋友之间师生之间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了。是的，是的。所以我在追随吴先生做事的时候，吴先生跟我讲过很多次魏天林，他讲魏天林的重要，魏天林的这个品格，魏天林和他俩的关系。所以后来呢，因为魏天林去世是比较早的，1977年，对，他比较早。他去世之后又条件好了之后，周围条件好之后，实际上他的家属还有他的学生是成立了这个魏天林艺术研究会。吴冠中也是这个艺术研究会的一个重要的发起人，重要的参与者。你看这都是就是不太为人所知的。是的，是的。这个所谓的艺术的这个缘分吧。对的，对的。那从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一部分，其实可以，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就是说从美术的我们这条纵线的美术史的发展来讲的话，那魏天林尤其是继承和更加的发扬了这个所谓的印象派的这一套的艺术的理念也好，风格也好，然后非常成功的和我们中国本土的文化相结合。那另外一条线索，那我们回过来，我们再看一看，就是以吴大羽和吴冠中先生为代表的这一条留法的这个线索。我觉得
中国20世纪的艺术先驱，无论是到法国留学啊，还有去其他国家，比利时啊等等这些国家啊，所谓的学习经历呢，我觉得今天也已经比较普遍被人所知。但这里所不同的是呢，这批留学生出国之后，或许出于历史的机缘，比如说，或者出于个人的选择，或者他们的爱好，实际上呢，就形成了2条道路。比如说，一种是以徐悲鸿先生为代表的，叫做艺术为人生的道路，或者艺术为社会的道路，是吧？比如说，他们应该说，更多的是学习了、借鉴了西方古典主义或者写实主义的绘画传统，到后来呢，更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这么一个支脉。对，就是这个现代艺术实际上有这么一条这个非常重要的路径。是的。当然还有一条呢，就是以林风眠、吴大羽先生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艺术或者现代派艺术，多数他们的主张，其实今天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艺术为艺术。这是当时从我们目前的研究来看的话，这是2条最主要的艺术路线。对，艺术为艺术也好，艺术为人生也好，其实本质上我觉得也不是有根本的冲突，因为真正有成就的艺术家，最后都是建立在高水平的、高品质的艺术水准上。对，殊途同归嘛。而且我觉得，尤其在早期，无论是坚持呢，艺术为社会，或者叫艺术为艺术，其实呢，前辈艺术大师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是的，是吧？甚至都能自圆其说。我觉得我们作为都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就是不去制作，我们不做这个褒贬啊。对。但是我们今天因为谈到吴大羽先生，我可以也非常肯定的说，就是吴大羽先生所走的道路，确确实实又是他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个艺术道路。无论是他当年在巴黎的学习，因为吴大羽先生对在巴黎的学习的状况其实和中国的很多艺术家也不一样，我这里边当然我是吴大羽的艺术的一个这个追随者或者叫研究者因为我是吴大羽艺术文献中心的理事长嘛，我觉得我对吴大羽先生的这个认识呢，作为信息上，作为文献的掌握上，我比一般的人多一些。所以呢，我这里呢，我也不想就是说过多的去讲这个太多的史实，因为时间也不允许。但是我这里可以提示一下，就是吴大羽先生他走过的这个艺术道路和别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啊？我觉得首先呢，因为吴大羽先生他是一个出生在江南宜兴的一个诗书。书香，他刚好和吴冠中是同乡啊。他们俩是宜兴的同乡。对。但是2个人的出身不同，出身本身，因为这不是由本人决定的，应该说是由父母决定的，对吧？吴大羽先生出生在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是诗书之家。是的。当然，吴冠中先生应该说出生在是一个比较这个有文化知识的，但是家境普通教师的这样的一个对人家，2个人的这个出身略有不同，但是我觉得呢，因为他们后来又都进行了现代学习或者现代艺术教育我觉得这个相当来说呢，他们又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吴大羽先生呢，他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他我说他的不同是什么？他是先在上海工作，就是他和一般的普通的留学生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是什么呢？因为他在1917年进入上海，也就是说15岁到上海之后
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就是叫张玉光。张玉光是上海海派艺术的先驱，最重要的上海的现代艺术家之一。比如说，他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参与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也就是上海后来的美术专科学校，他是首任发起人，第2任院长，副校长是谁呢？刘海粟。哦，是这样啊。对，是这好同时，像张玉光也是这个张光宇的老师，这是很有机缘的。所以，张玉光在民国时候的影响力是非常大，是非常大的。但是在张玉光的引导教育下，吴大羽是比较早的，比如说就开始了学习漫画，然后进入了上海非常重要的这个报纸《申报》吧。吴大羽在上海《申报》是有办公桌的，不是小学徒，是正式的美术编辑。而且今天据我们所能查到的，他的发表的漫画是超过100幅的，所以我下一次期待做一个吴大羽的漫画展，或者出一本吴大羽的漫画画册。可以，因为我们现在也是非常精彩的。他的布面的作品，包括他的纸本的作品，已经有非常完整的2个出版了。那如果之后能够再把这一部分再补充进来，那对于吴大羽的研究，可以说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加详实的这个一个史料的支撑，也会给我们一个更宽阔的视野。非常好的，就是我这里要提示，就是漫画家的身份以及漫画的意识，我觉得对吴大羽之后的人生非常重要。这一点很多研究吴大羽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您讲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漫画的这个创作经历对他之后的这种影响呢？因为吴大羽当年发表的大量的漫画作品，我们今天看他的内容就包括几个类型，一个是在当年就是50运动前后，说他追随了当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潮流。比如说，很多内容是反映、呼唤艺术、科学、道德，就是那我觉得在当时就是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就是文明和公理，就是时代青年的种子。第二呢，他发表了许多当时针砭时弊的批判性的漫画。我觉得这个漫画家，我们后来讲他就是2种，一个叫讽刺，主要是讽刺，其次才是幽默，是吧？我觉得吴大羽先生他基于对这个就是他的漫画生涯、漫画家的生涯，形成了他一种就是非常理性的、非常具有批判精神的、非常具有反思意识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品格。那么我觉得吴大羽是带着这样一个基础当然还带着他的据说3000大洋，这是有证据的，到法国留学。就是他在法国的学习呢，他在很快他就没有去进入，就是说他是1923年今天我可以进一步的说明一下，他不是1922年留法，是1923年，这个被我们重新查到的大量的史料所证明。我们现在一般的出版物上还在写的是吴大羽1922年出国，实际上1923年9月，去巴黎。那么他在巴黎是，我们也找到了他正式的入学巴黎高美的这个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他的入学的证明，而且有在案的记录。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史实因为有的人曾经说吴大羽呢就没有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这是不对的。他和当年的王岱之2个人是非常清楚的在案学生。为什么后人经常就是不能肯定呢？因为吴大羽当年入学的名字叫吴岱。这样。吴岱，吴大羽是1924年、1925年的时段才改的名字为什么叫大羽呢？大羽的羽字是用朋友的朋去2撇改的，所谓叫大道无朋
大道无朋就是大禹，啊，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典故或者这样的一个意识下改的名字，从此它就不叫吴代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查早年吴大禹的漫画，查不着。但是如果我们在所有的检索系统里一输入吴代的漫画，会出来上百幅，啊，这就是这是我顺便说一下。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吴大禹先生他虽然考入了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但是呢，当年巴黎已经不是一个学院派为主体的。对，其实，在那个他在吴大禹先生，包括林风眠、徐悲鸿先生留学法国的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是整个艺术主流已经都完全转向了现代主义这一块了。对，吴大禹在巴黎呢，很快就看到了现代主义的潮流和现代主义的艺术的价值，所以呢，学校呢就成了他的一个临时居留点。他主要他是在一个叫巴黎郊区的一个叫方敦岩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叫蒲克太太的别墅，他租了个别墅作为他的那个居住生活的地方，并且围绕他别墅呢，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青年。所以呢，这批学生他不是以在校学术、在校生为主要的学习方式，看博物馆、访问艺术家工作室，和当年巴黎比较流行的艺术家交流，这是吴大禹的学习方式。比如说，包括他进入了现代雕塑大师，也是罗丹的大弟子，就布德尔的工作室学习雕塑。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点。虽然说，他进入这个雕塑的工作室学习只有1年的时间，我印象中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但是，我觉得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吴大禹成熟时期的艺术创作，它的这个面貌来讲，比如说我们一会儿会看到的那一张这个晚期的那件作品，其实能够非常明确的感受到有一种。基于建筑的某种空间关系的这种处理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他的整个之后的这种完全个性化的个人式的这种创作来讲，其实是种下了某个种子，但是这个是容易被忽视的。这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布德尔啊是罗丹的弟子，但是2个人的雕塑，应该说一个是古典雕塑为主体，一个是现代雕塑。布德尔就进入到了现代雕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境地哈，而且吴大禹在布德尔工作室的学习是有成型的作品的哦。我们今天能查到的就是当年的旅法学生林风眠等等，他们当年组织了一个很重要的展览，就是叫中国新绘画艺术展。这个展览吴代是用新雕刻参加，可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件作品。就是所以我觉得我想提示的就是，我们在知道吴大禹先生作为油画家的身份之外，他还有一个曾经的漫画家以及雕塑家的身份。那说明他的艺术的来源和给养是非常多元而丰富的。当然了，当然了。那么这里再进一步展开，就是吴大禹在巴黎的学习是接受过柏拉克的指导的。对，这个是有史料可查的。对，而且呢，布德尔的工作室当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生，谁呢？就是贾科梅蒂。是吗？对，他们在同一个工作室，都是布德尔的学生。还有这个2个人是不是有在一起交集这个就我现在没有查到证明。好。但是布德尔在吴大禹学习艺术的心灵上种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种子，因为布德尔是强调他是从这个埃及、亚述等等这些非欧洲国家的艺术的整合中，布德尔是走的是非常正大端庄气象的艺术。强调力与美的是这个类型，反对所谓的怪力乱神的艺术家，就是所谓的正派、正大艺术的一个代表。这和
那么在中国，当然后来可以解释为叫道义嘛，就这颗种子，我认为是对吴大羽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所以吴大羽在巴黎的学习时间很长，他不太需要勤工俭学。提到的吴大羽在巴黎郊区的这个叫方敦岩别墅居住，这个别墅就是成了像林风眠、林文征，林文征代表的一批留法生的聚集点。后来吴大羽美术学院，对，其实当时那个学校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老师，包括潘天寿先生啊，其实那是中国南方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美术的教育基地了。这个因为这个支持国立杭州艺专成立的真正的发起人呢是蔡元培先生啊，还是蔡元培先生，创办人是蔡元培，因为他当年是国民政府的大学院的院长啊，所以蔡元培先生对中国现代艺术太重要了。北平艺专，对，包括我们刚才韦铁林先生也是他，包括甚至上海音乐学院等等。是的，是的，就是这些艺术的院校。几乎只有一个真正的创办人，蔡元培先生，啊，那么吴大羽先生所担当的角色是西画系主任。那么我再进一步说明他在杭州国立艺专的价值啊，西画系只存在了1年，第2年就改名叫绘画系。杭州艺专的教学是大系教学。就是不分科的，是更综合的，就是绘画系，国画也并到也在这个里边。在这个学校是3年教素描，3年教油画，兼顾国画。哦，是这样。对，那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教学方式。不是，他的艺术主张决定了他的杭州艺专的建立，它是叫因为他的主要的教学理想叫。这个叫，这个话怎么说呢？是4句话，大概是叫继承传统艺术，学习西洋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啊，融合中西艺术。所以它的主体是建立在中西融合的这个对，这是艺术主张上的。我印象中，这应该是林风眠先生最明确的提出来所谓的调和中西嘛。中西融合，其实这个今天在后人的解释中叫4句教。就是4句话很重要，但实际上呢，吴大羽在长达10年的时间是杭州国立艺专的绘画系主任。你刚才介绍的潘天寿先生啊，我也在给你讲个小故事。林风眠对中国画，当年对中国画不是太有这个好感，或者不是太有研究，不认识潘天寿。那么潘天寿怎么能够进入到杭州国立艺专当国画系主任创办的时候呢？你知道介绍人是谁吗？不会是吴大羽先生吧？吴大羽先生。哎呦，因为吴大羽先生有一个很短的时间是和潘天寿都在上海新华艺专当教授。哦，有这样的渊源啊，他知道潘天寿的学识本事。另外一个，吴大羽先生有很好的国学修养，吴大羽先生的书法。也非常好。对，这个和他后来的和潘天寿先生成为在艺术上，就是2个人是更大的知音。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人曾经不明白，就是林风眠为什么会聘潘天寿。那么这个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介绍人，这个吴大羽，而且这个是谁发现的呢？就是谁公布了这个史实呢？潘天寿的儿子潘公凯。哦，潘公海先生发现了这个事实。好了，吴大羽先生这个在杭州国立艺专，作为教师的成就，其实就是培养了一批卓有建树的学生。是的，这个其实对之后的中国美术史的推进和书写，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谓的这个留法的3剑客啊，赵无极先生、
朱德群先生，还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吴冠中先生。其实你说的这个三人，大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都知道嘛。是所谓的杭州艺专三杰，远远不止这3个人啊。当然。我再给你介绍几个人受到吴大羽先生影响你恐怕最不能想到的是王世阔。这个很难想象。王世阔先生后来应该是素描，是吧？血衣这样的代表性作品，应该说是甚至叫独步艺坛的啊。王世阔在1933年、34年左右进入吴大羽画室，他在自己的年表里写：本年进入吴大羽先生画室，画艺大进。画艺大进，当然，比如说罗公柳，我们知道丁天阙、祝大年，赵春祥，闵锡文。当然，我觉得还有同时期的，其实大量的杭州艺专学生。对，他们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可能不一定在自己的自述中写他们的老师是吴大羽，或者是受过吴大羽先生的指导教育。其实呢，杭州艺专当年也就是区200个学生。那我不相信他们在校生不接受这个绘画系主任吴大羽的教育，对吧？是的。我觉得这个也恐怕不是一个事实。当然，因为吴大羽先生，解放后长时间的埋没，不受社会所了解、不认识，有的学生就是在写，或者对他的了解不深，在追溯自己的老师是谁的时候，不提他也正常。因为一般都会说是林风眠的学生，是的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是吧？但实际上在杭州呢，艺专教学的时候呢，林风眠先生不教课，他是校长掌校务，这个事实也是吴冠中先生后来反复说明的，就是真正他们的老师吴大羽，这个是一个事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教育家的经历吧，其实也是吴大羽先生最为珍惜的。确实，他在青年时代他的理想倒真不是自己画出多么惊世的作品，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培育出优秀的学生，让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他的理想。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再说得快一点就是吴大羽先生他这个跌宕的人生到今年正好120。对，今年刚好是吴大羽先生诞辰120周年，时间真快，转眼120年当然，接下来美术界或者是民间也有一些纪念吴大羽的活动，因为吴大羽真正的出生日是1903年12月5日。也就是说，12月5日是吴大羽的诞辰纪念日我现在接到的通知是，中国美术学院是有一场他的120周年的纪念座谈会纪念座谈会。然后他后来的工作单位，上海油画雕塑院，12月中旬也有一场他的这个就是他的纪念活动持续3天的一个纪念活动。吴大羽的跌宕的人生呢，我觉得如果今天让我概述一下呢，我们似乎可以说得快一点就是他是一个横跨20世纪这个3个重要阶段的这个一个艺术家。比如说20世纪早期，他是叫百年宗师这是这个是无可争议的，无可争议的地位，无可争议的。吴大羽先生在1950年之后，就成为了这个一个回到家里头，失去教职，回到家里从事自身创作的艺术家你有事情吗？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之后呢，那么他就开始了自己长时间的沉潜式的隐居式的人生，就有点像鲁迅先生讲的那个躲进小楼成一统但是呢，他躲进这个小楼
确实没有荒废。是的，确实没有荒废。吴大羽先生几乎是用他，就是失去社会工作之后的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创作，再投入了他的艺术思考和创作中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就是在1949年以后，似乎在原来学界的这个认识中，认为中国现代主义的一个传统，中国现代主义的一条线索被中断了，就是没有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或者延续。但实际上，它还在默默的发生，像钱流一样。这是一个误解。是的，就是吴大羽先生的价值，就是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依然非常坚定地担起了中国现代主义这个艺术向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担当，而且呢，创造了大量的作品，包括文字方面的、理论上面的探索。对，他也有大量的写作。其实这个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吴冠中先生的身上。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查到的吴冠中先生关于自己的艺术理念也好，对于艺术的各种观点也好，其实他有大量的文字的注录。其实这些都对我们今天重新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研究这个艺术家的个人艺术谱系，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献。当然了，从我们对艺术家的他的价值的认识上有一句话叫“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最好的传记”。是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最好的传记。那我觉得从吴大羽先生这个身上呢，我们再把他的这个履历快速的讲完我觉得在新中国甚至到改革开放之前，吴大羽先生是作为中国艺术家在这个特殊时期依然进行艺术本体研究、进行艺术语言探索的几乎的一个独立的存在，没有中断。而且我们今天看到的他的大量的作品，包括我们身后的作品，就是明证。是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吴大羽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当代艺术起步阶段的价值。因为一个80多岁的老艺术家经历了人生这么长的磨难，改革开放之后春天来了，吴大羽先生率先以他的勇气，以他的能力，创作了大量的公开的抽象的作品。所以当我们看到1980年代初中国美术界伤痕美术或者是当代艺术各种艺术流派风起云涌的时候，不要忘了在上海有这么一个老人，实际上他已经非常成熟的达到了他的艺术的高峰。是的，就是抽象艺术。是的。当陈丹青在画西藏主画的时候，当罗中立在画父亲的时候，他们都用他们的作品惊奇了当时的中国。但是还有一个老艺术家吴大羽，在用抽象绘画，在创作了那样的不为人知，甚至不为人了解、不为人认同的抽象画，在回应着这个世界。我觉得吴大羽先生在这一点上是非常可贵的，因为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经历了漫长的人生，在经历了各种磨难和坎坷之后，仍然没有失去那个纯真的心灵，没有失去童心，那这个人不是艺术家就是诗人。吴大羽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很贴切，很贴切。所以我经常一谈到吴大羽先生就比较激动有感而发。不能再多说了有感而发，没问题。我们再快速的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吴冠中先生，因为在和两位前辈比较起来魏天林先生和这个吴大羽先生比较起来，
吴冠中先生对于吴冠中的研究相对来讲是更加充分的啊。那李大军老师有没有一些新的视角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一个更新的吴冠中？如果说吴大羽先生是中国20世纪艺术的一个奇迹，姑且允许我用这样的词语说，那吴冠中先生是中国20世纪艺术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您认为吴大羽老师，就作为老师，他是一个因，他结出来的果，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就是吴冠中。这个话呢，就是教育家在学生心灵种下了艺术的种子，或者也引领了他们的价值观或者艺术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师的职责。吴大羽所影响的也不只是一个吴冠中，当然，吧，包括赵无极啊、朱德群等等学生。是的，还有在事业上非常坚定的追随他的，比如丁天阙，这样的，甚至晚年还有他的在1947年以后继续追随他学习的一些学生，比如说上海的张公阙等等，这些学生都是以吴大羽为艺术明灯的。但是我觉得吴冠中先生呢，依然有他个体的独特性。就是吴冠中先生到底作为一个今天卓有影响力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师，是吧？甚至逐渐成为这个齐白石、徐悲鸿先生之后，也同样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我觉得吴冠中先生就像一个钢铁似的，他也是一步一步锻造而成。就是吴冠中先生是怎么炼成的？我经常在想这个话题，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但是我觉得吴先生确实是站在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现代化的历程中，以及他所追求的油画民族化、中国画现代化这两个大的命题中，对这个命题中，吴先生是置身于这个使命的一个有力的践行者，也同时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当然这个是他的一生努力的结果。我觉得甚至除了努力之外，也恐怕还有一定的运气。我觉得既有天赋，大势，也有包括时运，个人的机缘吧，包括个人的机缘，对的包括艺术给他的滋养，以及他对于艺术的追求所结出的果实。而且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这很有意思的，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今天谈到的前面的2位前辈艺术家这个宗师级的，不管是魏天林先生还是吴大羽先生，最后他们的人生也好，他们对待艺术的这种执着，对待艺术的这种纯粹，这种极为个人的这种表达和价值观。很有意思，最后其实感觉都汇集到吴冠中先生这里。其实我觉得吴冠中作为后来者，对于前者，不管是吴大羽先生还是魏天林先生作为他的伯乐来讲，他对他们的这种他们前辈给他的影响，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不是说某种艺术语言的形态，某种艺术一种最粗浅的一种艺术观念。我觉得不是这个，其实是对待艺术这件事情本身一种人生观，一种价值观，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和传承。这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点上去看，就是艺术这件事儿，它对于魏天林、对于吴大羽、对于吴冠中，就是他们的理想，就是艺术是他们的理想。他们也自然围绕这个理想奋斗了一生，他们是一个追求艺术理想的纯粹的艺术家。是的，这是作为艺术家
无论是作为艺术家的意识，还有艺术家的实践，我觉得这3个人都有共同点。第二呢，我觉得是他们的人格层面，这个特别重要。人格是什么呢？我觉得说的概括一点，3个人都具有艺术赤子一样的心理，就是我们可能说他是于世故不成熟，或者工业不够杰出，或者甚至作品也不够那么伟大，但是有一条，3个人都是艺术赤子，就是这颗赤子之心呢，我觉得他们是他们的共性。那对于我来讲，我认为这3个艺术家其实具备在精神上具备一个非常高度类似的一个共同点吧，就是他们对待艺术的那种真挚，或者是说他们对待艺术的那种毫不妥协。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尤其是在他们经历了那么艰难的时代环境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再来考量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这种联系才是一种真正的联系。对，当然这个也包括他们身上所担负的使命。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政治化一点叫艺术救国，说的大概范围更大一点的，其实他们都认识到呢，中国传统艺术应该革新，应该创新，应该现代化。那么在中国传统艺术走向现代化的这颗创造之路上，3个人都曾经竭尽全力。当然从成果上，他们的成果不同，作品的表现形态不同，但是3个人都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人物。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呢，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艺术之爱、对民族之爱、对国家之爱，是高度统一的，是非常统一的。好，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一部分简单的回溯了一下3位艺术家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和艺术经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作品，然后通过一种实证的方式通过具体而确切的作品来进一步的就是探讨和洞悉这3位艺术家在各自的艺术园地当中，通过各自不同的个性禀赋，以及完全不同的这样的艺术路径，最后能够达到就是走到什么样的高度。我们来请李老师来给我们结合具体的作品给我们讲讲画。我想这个也是大家等了很久，就是一直按耐不住想要听一听的，好不好？这个谈点这个感想比较容易，讲话是最难的。但我想我可以试一试。好，没问题。来，李老师，我们看看画。好，你先过来。我们可以先讲哪个呢？是我们中间的这一张，这样吧，我们还是从2位前辈讲起，先讲前辈，再讲学生辈的，好吧？我们要不就先讲魏天林。先讲魏天林。来，李老师，您先讲。好，那就是这幅哈。千万不要和老师的话叠着，我没法讲了。哎呦，我太多了，有都精彩之作。很多都不是那个什么的，就是我有了机会，我不能让他一个人讲太长时间。那我就先从这个可以，先从魏天林的这张桃子开始讲魏先生的作品。欣赏可以，如果讲解有一些冒犯。这张作品呢，作品的名称叫《桃子》，叫《桃子》，是出版在魏天林的这个权威的画册中。说起这张画呢，还有一个故事。魏天林先生去世之后，大量的作品，保存在首都师范大学，因为有一次展览，展览之后作品就寄存在首都师范大学了。但是，
首师大也就承担了保存作品的这么一个任务。时间久远之后，慢慢的就面对着这批作品的去向。当然，作为大学，作为国家，是希望能够完整的保存这样一位重要艺术家的作品的。在他们的协商过程中呢，魏天林先生的家属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啊，多少件作品呢？100多件。精彩的魏天林的油画，还有水彩，啊，可能还有素描类的作品，但主要是油画。现在他们已经确定，这批作品将永久收藏在首都师范大学，并且未来首都师范大学会建一座魏天林的纪念馆。啊，我想这对于这个饱经坎坷的魏天林先生的作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归宿啊。当然，这幅作品是经过家属与首师大的协商，最后呢返还给家属的一件作品啊。当然，永乐拍卖能够把这件作品征集来，看来也费了不少努力啊。啊，这幅作品呢创作于1970年啊。我了解了一下呢，在1966年之后，魏天林先生是受到冲击的，所以呢，他曾经也去过这个劳动地点、劳动干校。当他们再次要去到一个新的劳动干校的时候，经过报批，魏先生年龄太大，因为他已经60几岁了，快70岁的人了，就同意魏先生可以不去，提前退休。大概是这样一个安排之后，魏先生在经过几年没有去画画的情况下，回到了家中，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就是搁笔多年之后，在家中突然有了一个安静的环境，在他的夫人呢的协助下，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其中就有这幅重要的作品《桃子》。我们现在可以具体的看一下这幅作品的它的画面啊，1、2、3、4、5、6、7、8、9、10个桃子作为这个画面的主要的主体，散布在这个画布的中间。它的各处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结体，是一个图阵。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圆形的盘子，所以在这个作品的整体的构图中，桃子是圆的，盘子是圆的，这个的构成实际上是以圆为主。这个与西方现代派艺术，比如说以塞尚主张所谓的圆锥体这个立柱这个方体所形成的结构不同，它是圆形为主体。圆也是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给我们视觉的冲击是构图的饱满和充实，以及在形态上的一个体量感和敦厚感所以魏天林的作品经常映入我们眼帘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作品的它的宽厚和朴实，是它的厚重感。这个气象来自于哪里呢？是中国传统的艺术以及民间艺术的滋养。在这个画面中呢，有2个透明的看似玻璃的插屏构成了一对组合。至于这个圆形的盘子的边部构成了一对而且在这个瓶子的上边呢，插着了一个这个树枝。我们今天来看，或许它应该是一个桃枝，
因为在这个枝叶上面看到了上面还有2个果实，在这个枝叶上面是一束插花，这个插花是有花蕊的，这个插花是有这个粉红的花蕊的。好了，为了呼应整个画面，这一处还有一束，就应该是我看到的，或许是玫瑰花。这样一个画面就逐渐构成了一个实物的整体，啊，什么呢？桃子、枝叶、鲜花、花蕊，还有一个承托的器物，啊，和玻璃性的透明的这个插瓶。这些散落的物件构成在一起，它构成了一种新的秩序。这个秩序所衬托的、所组成的整个的画面，被一种什么东西所串联呢？意识流一样的油彩以及笔触，所有的器物在这个画面的氛围中，是被着印象派、印象以及意识所带动，形成了新的视感。整个画面是流动的，是色彩斑斓的，是鲜活的和有生命的。我们说魏天林是印象派的重要的传人，其实在我看来，他发展推进了印象派，因为印象派的艺术经常呢，它传达的信息是时间的流逝，是过去式。魏天林在这个画面中所创造的视觉是新生的、未来的、时空组合，并且是一种以未来的时空为隐喻和象征的。饱满的构图、斑斓的色彩、流动性的韵调，构成了一个画家的内心无比充实、精神无比饱满的新境界。而且这张画寄予了非常大的美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寄予艺术家美好的画作。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外面或许是风雨如磐，是吧？鸡鸣不已的时候，艺术家在自己的斗室中，在和这个最美好的东西相伴，并且创造最美好的东西给自己看。为什么说桃子是美好？魏天林，我相信他一定是诗人，熟读《诗经》啊。中国古代的《诗经》有一个后来的概括，叫“诗300，一言以蔽之，诗无邪”。为什么叫诗无邪呢？那里有许多歌颂美好、歌颂爱情、歌颂人性的诗句。比如说，就有一首诗叫《桃夭》啊。这个《桃夭》这首诗大概是这样说的啊：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啊，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啊，有宾其分，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什么意思呢？就是桃子，桃，它的鲜活的桃树，或者是桃花，或者是仙桃，它是非常光滑，也非常饱满，非常可爱的。如果有女人携带这样的桃子，这样的美好，嫁给一个新家庭，是要宜其，就是有益于这个家庭，包括他的家人的。所以中国人经常用桃子来寄予美好，怎么来的呢？它来自于这个诗的传统和这样的美好的诗句。所以我相信呢，像魏天林先生这样的
大艺术家啊，他不是说在画一种就是一个普通的写生啊，他也不是说要把一个具体的物象画得有多么真实啊，甚至也不是出于像塞尚那一代艺术家出于对这个绘画对象的本体的解释，是吧？刻画。我觉得魏先生的这个创作，他就是要创造一个精神的盛场，他就是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东西给自己看，以及给未来人看，来证明这个时代有我魏天林这样的人在如何的看待这个社会，以及看待他的人生，以及证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坚不可摧的理想，以及他具有的高超的艺术水准。所以我们完全，我看这幅画，我是非常被他的作品所折服的。很多人认为这个作品似乎就说解释不了，因为什么呢？它不光滑，它不像我们今天的视觉那么平面啊。其实这里面的绘画是大量的绘画语言，大量的基于像绘画本体语言、韵调、韵律等等这些高超的绘画修习者们的水平的真正的呈现。如果我们将来中国有一天后学者更要关注绘画语言的时候，应该以魏天林做楷模。这是我看到的这幅作品。讲得太好了，因为确实这一件作品来讲，首先从这个您刚才一开始讲的它的这个戏谑程度来讲，确实是我们也是非常有幸能够得到这一件作品，因为这个是目前市场上就是魏天林的作品总共只有5件，是由首师大退还给5位家属，每位家属1件。那只有5件，这5件作品都是魏天林先生晚年就是最典型的进步的作品。那其中有2件在之前已经释出了，那已经进入了非常重要的私人和公立机构的收藏。所以呢，剩下只有3件作品。就是说，现在目前如果大家还想要收藏魏天林晚期的这个具有最典型意义和他的艺术风格的这样的作品啊，尤其是来源又是从家属直接得来的话，现在最后只剩下3件，这是其中之一啊，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收藏机会。对魏天林的作品，首先是稀缺啊，就是存世的作品太少，加上又成体系的被首师大收藏之后，确确实实所能见到的市面上见到他的作品，我相信是会越来越少的。但是他的作品确实是能够撑起一个，就是它是应该是一个美术馆和博物馆的瑰宝。是的啊，这是非常标准的馆藏级的作品。我觉得，而且它是一个时代的印证。是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来回望70年代中国艺术家为这个世界贡献了什么的时候，像这样的作品就是时代的标记。是的啊，也是这个，我觉得不仅是一个时代艺术家的说明，它是在说明着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有这样的艺术家在创作这样的精品来留给后人。我觉得不管今天的市场如何看待这幅作品，或者给予它什么样的价格，我觉得都丝毫不能掩盖这件作品本身的价值。啊，作品的价值就在这里，只不过我们今天的人们用什么样的观点，用什么样的水准来欣赏它。我觉得魏天林呢，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东邻的国家。我可以想象啊，日本没有这样水平的艺术家。如果这样的艺术家真正在日本，我相信他是国宝艺术家，也远远不是区区几百万的价格。但是我相信泱泱大国，当有一天我们更加重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时候，
更加珍惜我们前辈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瑰宝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应该奉为艺术殿堂的至尊。要是讲的太精彩了，那我们再接着来看看这个同样的是我们前辈的艺术大师吴大羽3件不同时期的这个精彩的佳作。您稍作休息哈，完了我们再给我们讲讲再挨个的读一读这3张画。那就是再要讲一讲这几件作品。好的，您转过来，来这边，在这边吧。那我们就看这幅吴大羽作品，现在还是在直播状态啊。好，那我就更加冒昧了啊。我每次看吴大羽先生的作品出于我自己的眼目，我立刻就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就像一个孩子，突然看到了一片就是前所未见的风景。这个风景它会把我吸引过去，我想了解它，我想看它。我们今天如何认识吴大羽的作品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幅作品创作于1960年代，艺术家没有签名，也没有写时间，因为吴大羽先生认为，在他看来，艺术既不是商品，也不是工具。艺术家无需为自己的作品签名，而且他很坚定地认为，绘画是艺术家对一个对象的刹那间的感觉，他自己都不能再现一幅作品。这个作品产生了，其实就是艺术家的所赋予的新的生命，艺术家自己都不能再现它。所以用他的话说，见画就是我，签名是多余的。这个艺术家，所以他对自己的创作是何等的自信但是我们今天确实面对一个难题，在中国，只要受到了传统艺术过大影响，或者他的眼目没有完全打开，或者他的视觉系统里寄存着一个系统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能够看懂吴大羽或者欣赏吴大羽。我试过很多次，在一些作品的排列中，只要有一幅吴大羽的作品，我们请毫无艺术训练的孩子去观看，我相信大概率的是那个孩子会去选取吴大羽的作品，因为吴大羽先生说，艺术就是赤子之心。他的作品是可以让孩子发笑，是可以让孩子看懂的，这样的一个纯洁的、纯净的和天真的作品。我们这件作品细化起来看，在50年代、60年代的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它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作品。因为50年代，我们的社会上的美术品普遍是以红光亮和主题性创作为基础的。吴大羽先生在他的自己的工作室里，为我们创造的是一个主流绘画系统所完全没有的另外的一种清新和样貌。这个画面所揭示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和这么样一个场景：臂力千仞的
壁立千仞，是因为这个黄色一笔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的峰峦之侧，就是它的空谷。在空谷下散落着、弥漫着一些不知名的杂花、枝叶，它们不为人所知，或许是兰花，或许是菊花，或许是水仙，不知道，因为它没有任何主体的形象，它只是一些自由的生命和自由的枝叶散落在这个环境中。但是艺术家用他的笔触在引动着一种自由的生态，以平面性的展开和层层的叠加的层次，去创造了一个由枝叶和枝色所构成的新的视觉形象。这个形象，所有散落的笔触和物象是自由的，是散漫的，是天真的，甚至是弥散的。你们看，从这个侧峰谷底所往外扩展的枝叶、春色，一步步地引向外界，甚至引向了天空。我觉得这个就是吴大羽先生经常寄予的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呢？自由、美丽，它叫美备、尊严、高贵。虽然是不为人知的杂花枝叶，它有它自己顽强的状态，因为它不是主流的，它是没有中心的，它是发散的，但是呢，它是清新的。这个作品如果放在当年的任何一个全国性的展览的时候，我相信它绝对是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甚至也会是那个边缘的那个。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件作品放到一个世界艺术史上那些卓越的艺术大师的阵营的时候，假设这个群体里有塞尚、有莫奈、有梵高的时候，有那些卓越的现代艺术大师的时候，当我们走进巴黎、走进伦敦，甚至走进纽约的时候，这件作品就一定找到了它的序列。它是应该是那批艺术大师群体中的相同的样貌和相同的品质。而且我认为，如果西方艺术史家到中国来找真艺术的时候，当他们想要证明中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还有没有艺术家在从事真正的艺术创作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找到这件作品，并且从这件作品中看到中国有真正的纯粹的艺术家。我觉得这就是我看到的这件作品的不可多得的价值。有心的人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再去看它的细节，看它的宏观，看它的精微，